亲亲乖，自己搂着我。我明日要早起去城里，你莫要闹太晚。最后一次。妈，你是想整死我吗？亲亲莫要说这等晦气话，我怎舍得讓你死呢？他们還要做一世夫妻，他若死了，他怎麼辦？燈火明滅中，江魚眸中含霧，眼尾薄紅，攥緊的手骨節泛着清白。蕭令州，怎麼了？沒有得到應答，他擅自曲解他的意。懂了，親親要再多一些。你要瘋了！人前光風霽月又高冷的男人，怎麼到了床上反差如此大？不知過了多久，久到江魚感覺人都要散架了，蕭令州才滿臉豔足吻了吻他的唇角結束。清理過後，他自身後將他擁入懷中。睡吧，阿魚。被他身上好聞的木質清香包裹，累極的江魚已經沒精力去數落他的縱慾放肆。不消片刻，他眼皮打架睡了過去。夜色越發深濃，木屋外蟬鳴此起彼伏，半寐半醒間，江魚下意識搭向枕邊，手落了空，瞬間他睡意盡退。蕭令州去哪兒了？成婚半年，他從不這麼晚出去。江魚提着燈籠出了房間，迎面而來的夜風拂亂了他一頭鴨黑青絲。他在院內四下逡巡一圈，仍不見蕭令州身影。就在這時，沙沙一響自木屋旁邊的竹林深處傳來，他步子一頓，扭頭看去，輕聲詢問：蕭令州，是你嗎？等了好一會兒無人應答，他壯着膽子往竹林而去。竹林之中，刀劍碰撞發出滋啦聲，黑衣暗衛與蒙面刺客交鋒激烈，他們腳下是一具具與翠綠竹林形成鮮明對比的鮮血汩汩屍體。躲在大樹後的江魚胃裡一陣翻江倒海，穿到這個朝代2年，這是他第一次直面這種電視劇裡才可能出現的血腥場面。那人是蕭令州？睜大眼發現不是幻覺，那人身上穿的是他前2日在城裡買的月白袍，容貌清雪出塵，身姿颀長，不是蕭令州還能是誰？只是他現在整個人半隱於竹林之中，周身氣息陰森可怖，眸底冷然的沒有一絲溫度，那雙修長如玉的手正掐着一名刺客脖子，隨着咔嚓一聲響，刺客腦袋一歪，死了。蕭令州像丟垃圾一樣將屍體甩飛出去，江魚心肝一顫，猛然意識到蕭令州是在殺人。林中一排暗衛齊刷刷跪在蕭令州面前，屬下等人玩忽職守，讓刺客有了可乘之機，請王爺責罰。王爺？蕭令州竟是王爺？自行領罰30鞭，將刺客處理乾淨。今夜之事，本王不希望發生第2次。謝王爺。蕭令州施施然抬手，暗衛起身，火速收拾完地上屍體引去。令儀走至他跟前，恭敬行禮。王爺，查了嗎？查過了。夫人前2日進城，在成衣店試衣服時，脖子上的玉佩露了出來，剛好被趙太后設在玉軸的暗樁看到，這才暴露了王爺行蹤。蕭令州母妃給他留下一對祖傳雙玉佩，成親後他將另一枚給了江魚。他告訴過他玉佩的重要性，他自是不會故意示於人前。看來這次刺殺是意外。本王體內的賀傷之毒還有1個月才徹底根除，這段時日你們多加強戒備，別讓礙眼的髒東西再闖到這兒來。還有，把令妻調去保護夫人，不到萬不得已，別讓她在夫人的面前現身。王爺，京城那邊蘇將軍來了信，您看要如何回復？可是有事？是關於您和蘇月清蘇小姐的婚事。蘇將軍說，先前您忙於公務，又覺得蘇小姐年紀小，才拖着婚事。如今蘇小姐已過雙10年華，又因您中毒拖了1年，再拖下去，蘇小姐都要成老姑娘了。蘇將軍的意思是，想讓您1個月以後回京，就把婚事辦了。飛鴿傳書，就說成親乃是大事，等本王回京再做商議。屬下遵命。時候不早了，再不回去，夫人該起疑了。回京事宜，你讓人開始着手準備，路上的吃穿用度及伺候的人都照夫人的喜好來。是。踏着月色，蕭令州回了木屋，他特意清洗一番，燻了香，確認身上沒有一點血腥味殘留，才放心進房間。他放緩腳步走向床榻，看到床上女子面向裡側睡得香甜，他周身戾氣散去，脫了衣裳鞋襪上床，動作輕柔地將人撈進懷中。親親，救命啊！剛發現溫柔夫君是殺人不眨眼的王爺，還有個未婚妻，轉瞬就被他抱在懷裡啃，這擱誰不害怕膈應啊？
小令州，別鬧了，我好累啊。青青，安心睡吧，我不鬧你。他說話算話，倒是沒在鬧他，只是手臂一直箍着他腰，滾燙的胸膛緊貼着他後背，一呼一吸都令他不自在極了。江瑜推開他往裡側拱，青青不是嫌熱嗎？怎的還將自己裹得那般緊？乖，我不抱你就是了，別把自己熱壞了。渣男！要不是知道你未婚妻叫蘇月清，真要以為這是你對我的愛稱啊。他在床上喊他青青時，到底是喊他還是他那個未婚妻？江瑜心中陡生无名火。为了不讓萧令州看出端倪，他忍下那股子情緒，假裝熟睡。不一會兒，枕邊響起雲長呼吸聲，江瑜鬆了口氣，心想今夜總算是糊弄過去了。晨曦微露，淺淡魚肚白悄然在天際暈染開來。蕭令州習慣早起，他動作輕緩，起床穿衣，關門聲傳來，江瑜睜眼，繃緊的身體驟然放鬆下來。消化一夜，他已經接受蕭令州真實身份是王爺的現實了，將自己蜷在被子裡，他默默為自己未來做起打算。想到這兒，他怒火重燃，他想不通，他要娶妻還帶他去京城幹什麼？所以他決定逃跑。打定主意，他麻溜從床上爬起來穿衣裳，今日剛好要進城，他既要逃跑，得把手頭的貨先賣了，準備好錢，徐徐圖之。正想着，蕭令州推門而入，一身簡單素白袍，墨髮用髮帶束着，金貴又俊美。江瑜想，這般仙姿玉貌之人，怎麼可能就是個普通的教書先生呢？怎一副心不在焉模樣？可是身子不舒服，要不要找李大夫來給你瞧瞧？我沒什麼事，別動不動就去麻煩李大夫。早食好了嗎？我餓了。馬上就好，你先梳洗，我去看看熬的粥。好，快去吧，我可不想吃糊了的粥。他點點頭，轉身出去，望着他背影，江瑜眼底閃過一抹複雜之色。這樣的日子最多只有1個月了。吃完早食，蕭令州送江瑜到村口，等他上了牛車才去學堂。到城裡後，江瑜將最近制作的一批胭脂按高於成本價的1成賣了出去，掂量着手裡的25兩，他低喃：錢真是不好掙啊。他忙了1個多月，做胭脂的材料用的都是最好的，結果就只賣了25兩。若不是他急於脫手，零散的賣，怎麼着也有50兩。嘆了口氣，要跑路，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路引問題。他所處的這個朝代名叫大昭國，對人口的流動各州縣都有嚴格管控，沒有路引他哪兒都去不了。抱歉姑娘，我師父出遠門了，要半個月後才回來，你到時再來吧。慢着，小郎君，可否請你幫個忙？將自己要求寫在紙上交給少年後，江瑜付了1半定金，承諾取假路引那日再付清尾款。他費好大勁才甩掉蕭令州的人找到這兒，自是不想無功而返。人不在，預定也是一樣的，到時他直接來取就是了。他趕在天黑之前回了張家村，隔許遠，坐在牛車上的他看到了村口那抹熟悉的白色身影。阿瑜，辛苦了。不辛苦不辛苦，天要黑了，我們趕緊回家吧。好。他習慣性地將他纖細柔軟的手攏住，邊走邊詢問他今日賣胭脂的情況。江瑜努力讓自己放鬆着身體，脆聲回答着他。直到2人到家，他鬆開他手去了廚房，他才驟然發覺自己攥緊的手心出了一層細密的薄汗。他遁入房間，將門反鎖，快速拿出今日賣胭脂的錢，還有這2年他攢下放在梳妝台隔層裡的所有積蓄，全部算了一遍後，他頓時泄了氣，栽倒在床上。胭脂閣的老板不是想要我的胭脂配方嗎？反正要跑路了，不如賣給他。細細考慮了下，他覺得此法可行，打定主意。他麻溜爬起來，將床上的银子银票裝進小黃鴨荷包裡，珍寶似的藏回了梳妝台隔層。阿瑜，吃飯了。来了。你方才锁門做什麼？我身上出了汗，擦洗一下。瞧你，吃飯還跟個孩子一樣，要是沒有我在身邊，怕是都照顧不好自己啊。他話一出，江瑜猛地嗆了下，心虛的臉更紅了。我都21了，才不是孩子。沒遇見你之前我也活得好好的，誰說不能照顧好自己啦？是我言錯，阿瑜向來堅強，無需靠任何人便能活得很好。你累了一天，肯定餓了，快吃飯吧。他涵養極好，即便被他駁了話，也未流露出絲毫生氣跡象。江瑜瞧着碗裡的菜，一時間都有些不好意思了。經歷這個小插曲，他沒滋沒味吃完了飯，躺在院中搖椅上，百無聊賴地看蕭令州在廚房涮碗。他看得出神，手忽然被什麼舔了下，低頭一看，
一只通体黃色的大胖狗正樂颠颠地往他身上拱。江墨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他蹲下身，在大胖狗头上揉了揉，数落着：又偷跑出去和其他狗厮混，再这樣下去，下次就不给你饭吃了。大胖狗委屈地用身体蹭他，想说他才没有出去厮混。江墨，你好脏啊，不许再靠近我。江墨吐着舌头在原地嗅来嗅去，好像在找什么東西。不一会儿，他从一旁草地上叼了根带须的東西过来，江鱼眼尖看到了，好奇地从他嘴上取下，拿在手上细细打量。这是什麼？他凑近了看，眼睛倏地一亮，居然是人参。好江墨，快告訴主人你在哪兒挖的，主人獎勵你明天啃大骨頭。聽到大骨頭3個字，江墨激動地轉來轉去，朝着外面吠了2聲，又用爪子在地上點了幾下，再用力地刨其中一個地方。江魚看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這東西是你今天跑出去玩找到的，有很多，你就挖了這一株帶回來。嗚咽着點了點狗頭。江墨啊江墨，你真是一隻好狗狗，主人的美好未來可就靠你了。咱們明日就偷偷上山去，等賺了錢，主人再給你買個大碗。喝完藥沐浴更衣後，蕭令州回到寢居，江魚臉上蓋着本書躺在搖椅上。蕭令州走上前，伸手將他臉上蓋着的書拿走，凝着女子言姿俏麗的熟睡臉龐。他微俯下身，在他銀白額間落下一吻，隨後動作輕緩，將人攔腰抱起。突如其來的懸空讓江魚蓦地驚醒，蕭令州線條清晰的下頜毫無預兆映入眼簾，微微敞開領口下是半隱半露的結實胸膛。江魚睡眼惺忪地望着這樣的蕭令州，漿糊一樣的腦子裡早將昨夜看到的可怖畫面忘了個乾淨，手更是熟能生巧地順着他敞開領口撫上了那附着薄肌的胸膛。親親，這習慣可得改改啊！別動，讓我摸摸摸摸。親親衣裙髒了，洗個澡再睡。什麼？洗澡？他噌一下從他懷中跳了下來。不用。親親聽話，洗了睡舒服些。你出去，我自己洗。怎麼了？以前不都是我為親親洗嗎？我腰還疼。怪我，昨夜夢浪了，難免情難自禁嘛。你連這點自制力都沒有，我便罷了。要是旁的女子這樣勾你，你也會情難自禁。親親休要胡言，我又不是禽獸，你我是夫妻，我才會與你做那樣的事。你怎可拿別的女子來與你相提並論呢？江魚微微愣神，他當真那麼愛他嗎？若愛，為何要對他隱瞞身份？為何有未婚妻不告訴他，還要和他成親，並除雜念？他環住他勁瘦腰身，腦袋靠在他肩上。這還差不多。蕭令州，你是我一個人的，除了我，你不准喜歡別人。要是你喜歡別人，或者被別的女子勾了去，那我就……你就如何？我就嫁給別人，嫁個比你好看、身材比你還要好的男人，與他恩恩愛愛生孩子。又在胡說！你是我的夫人，現在是，一輩子都是，休想再嫁別人了。生孩子更不可能，就算要生，也只能和我生。江魚心中腹诽，還一輩子都是，他就是個騙子。明明就要回京娶美嬌娘了，還在他面前扮演一副情深似海模樣。蕭令州，我困了。乖，沐浴完就睡。我不要嘛，我想自己洗，你就依依我好不好？好，依你依你。江魚高興地在他唇角蜻蜓點水親了一下，推他：你快出去，我一會兒就好。蕭令州無奈地點點頭。聽到門前腳步聲遠去，江魚鬆了口氣，磨磨蹭蹭洗完澡，套了件舒適的衣裙，他慢悠悠回到寢居。怎麼這麼久？蕭令州看到他大晚上還穿那麼多，不熱？我不小心洗睡着了。過來。蕭令州拉着他坐到自己腿上。洗澡都能睡着，你也算是第一人了。下次不會了，下次不會啦。沒有下次。沒有下次。去睡吧。他麻溜地站起身撲向床，火速蹬掉繡鞋鑽進薄被裡。我睡了。蕭令州了聲，滅掉燈後才上榻。他正欲將人攬進懷裡，聽到他均勻呼吸聲，手頓住，想了想，還是將手收了回來。他累了一天，還是不擾他為好。半山腰上有一間獵戶搭建的臨時茅草屋，蕭令州背着江魚推開被風吹得半開的門進去，放下他從腰間摸出火折子，將屋內乾柴收集起來，燃起火堆。把衣裳脫了吧，不想生病就脫了。知道他在生氣，江魚自知理虧，悻悻地鬆開了手，將他裡衣脫去。還要脫？他繃着一張俊美的臉不說話。脫。說吧。
你一個人偷跑進山裡做什麼？我能去幹什麼？當然是去摘花做胭脂啊。你背着這麼小的背簍去深山裡摘花？山下花都採沒了，我就想着去山上碰碰運氣，帶小的背簍方便一些，不行嗎？萧令周沒說話，算是相信了他說辭。他尋來干樹枝支起，將他衣裙晾上去，又將自己身上濕衣裳全部脫下，和他衣裙一起烘烤。你幹嘛？我自己来。萧令周身形稍往左倾，他人直接橫着撲進他懷中。小心！萧令周一手鉗住他纖軟的腰，一手托住他後腦勺，將他禁锢在懷中，俯下腦袋，準確無誤地銜住他微張的紅唇，唇瓣相貼。他身上淡淡藥香混合好聞的木質清香湧入他鼻尖。芊芊。屋外雨聲潺潺，正當兩人吻得忘情時，一道黑乎乎的影子竄了進來。誰？看到是渾身黑泥的江墨，他表情鬆緩下来。不许過来，滚出去洗乾淨再回来。好不容易找到主人的江墨又可怜巴巴地出去了。外面下着大雨，你让他去哪儿洗干淨啊？他又不是蠢的，知道怎麼把自己弄乾淨。哦，兩人姿勢過於曖昧危險，江魚想起身，又被他勾住腰壓回懷中。去哪兒？我坐那邊去。冷嗎？冷就好好坐着，我抱着你暖和些。被他整个圈在懷裡，江魚身上冷意漸退，只是稍一動，腰間痛意忽地襲來。怎麼了？腰有點疼。腰疼？在山上摔的？他眼中因疼痛泛着淚光，咬着唇點點頭。他們每晚同榻而眠，想瞞他也瞞不住，倒不如坦白來的乾脆些。你乖乖在屋裡待着，我出去一會兒就回來。衣裳烘乾的差不多了，他拿起穿上就出了屋子。不消片刻，握着一株洗乾淨的草回來，放進嘴裡咀嚼後吐在手心。他另一手掀起他衣擺，將藥敷上去。這是3七，具有減輕淤血腫痛的功效，條件簡陋，先將就一下，等雨天回家我再給你處理一遍。他怎麼就是個王爺呢？他要不是該多好啊！他這張臉，這副身子，真是哪哪都長在了我的心巴上。我來的時候橋就快被水淹沒了，暴雨又引起了泥石流，想來橋已經塌了。今夜我們可能得在這兒待一晚了。你怎麼知道我偷跑進山了？我回家看到你不在，又下着雨，盲猜你是出來摘花了。沿路問了村裡人，說是看到你來了山裡，這才尋了來。還好你來了，不然我怕是凶多吉少了。莫怕，有我在，你不會有任何事的。蕭令周，你真好，我上輩子一定是燒了高香，才會遇見你這麼好的郎君，下輩子我還要遇見你。說完這話，他心中趕緊呸呸兩聲，心想可別再遇上了。他就一普通人，跟他這樣位高權重的人玩心眼子太累了。火紅的人身上暖乎乎的，蜷縮在蕭令周懷裡，累了一天的江魚漸漸來了睡意。睡吧，我守着。雨淅淅瀝瀝下了一宿，直到天亮才徹底停了。站在被流沙覆蓋的斷橋邊，江魚扭頭對蕭令周道：要不我們沿着河流找找河距窄的地方，看能不能過去。他們住的房子在河流對面，必須要跨過這條河。幸運的是，河流上游水淺處有棵樹橫亘在河中，兩人帶着江墨順利地過了河。回到家中，江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自己的寶貝人參找個隱蔽的地方藏起來。啊，那這事就麻煩先生了，我帶村裡人向先生說聲謝謝啊！我家裡事忙，就不繼續打擾了，告辭。等人離開，江魚邁入屋中。那人是來做什麼的？村中的橋被暴雨沖垮了，村長號召大家籌錢重修，想讓我負責登記一下各家捐錢的項數以及施工期間的點卯任務。你答應了？都是村中的一份子，修橋乃是惠及所有人的好事，我如何不答應？可有需要我幫忙的？不用，修橋的都是村中男丁，你去了多有不便，就在家待着。不過施工的那段時日，須得麻煩阿玉中午替我送飯了。你是我夫君，送飯而已，不麻煩。親親真乖。肩膀被他自後箍住，下巴也在他手心捏着，江魚逃無可逃，只能任他有一下沒一下的親着，唇齒間氣息交換之餘，當小腹被熟悉的火熱抵着時，江魚渾身一激靈。我餓了。蕭令周鳳眸漾着溫柔，低頭在他唇上咬了咬，打橫將他抱起向寢居而去。我也餓了，親親先餵飽我再去給親親做飯。他聲音又沙又啞，還帶着點誘惑意味，聽得江魚魂都要跟着飄了。蕭令周，我真的餓了，沒跟你開玩笑。他話落，身體就陷入了柔軟棉被中。我現在更餓，今天
可憐可憐我吧。天光放亮，萧令周早早起床洗漱，吃完早飯，他走到寝居门前敲了敲，提醒還在睡覺的江瑜。阿瑜，我走了，你記得把飯吃了。知道了知道了。他有起床氣，大清早被擾了清夢，語氣中都透着幾絲不耐煩。蕭令周無奈淺笑了下，撐着雨傘就出了門。這幾日都在下着朦朧細雨，就沒個晴的時候。學堂散學後，他還要抽出時間接待來募捐修橋錢款的村民，將他們所捐款數悉數登記在冊，因而這2日都是早出晚歸。3日後，募集的錢已足夠把橋修起來。趁着天晴，村長號召一家出1名男丁開始修橋，烈陽如火。蕭令周坐在搭造的簡易草棚下，執筆測算今日需進出的款項。長相清秀可人的崔玲端着一碗茶上前：“先生，天熱，来喝口茶润润嗓子吧。”萧令周瞥了眼木桌上的茶，頭也未抬：“多謝。”“啊，不用谢，不用謝。先生写的字可真好看，可以教教灵兒嗎？”“崔姑娘，我是有妇之夫，还请你站得離我遠一些，免得被人看見了說三道四，有損你我的名聲。”“先生，清者自清，我們又沒有做什麼，誰敢亂嚼舌根？”就在他身子要倒向蕭令周時，他騰的一下站起來避開。崔玲猝不及防，人撲了個空。“崔妮，你這是幹什麼呢？”“村長，我看蕭先生一個人在這坐着無聊，就想着陪他說說話。”“嗨，得，先生忙得很，哪有時間搭理你？你一個姑娘家的，竟往人家成婚男子跟前湊什麼湊？你哥喊你呢，快過去。”“先生，我走了，茶你記得喝。”蕭令周俊美面上無甚表情，並未理會他。“哎呀，走，趕緊的，你哥早嚷着喊餓了。你倒好啊，送飯來不先緊着你哥，跑蕭先生這兒來找存在感了。”他過於直白的話令崔玲臉上一熱，見蕭令周也不待見他，他無地自容地走了。“我哪裡就比江瑜差了？蕭令周居然看都不看我一眼。當初明明是我先看上蕭令周的，憑什麼江瑜後來者居上？”“崔寧就是年紀小不懂事，沒什麼壞心思，先生別和他一般見識。”“可否給我換把椅子？”“行，我這就給先生換。剛好啊，我從家裡搬來了椅子，沒坐過。先生要不嫌棄，咱們就換換。”“有勞了。”蕭令周溫文爾雅行了一記書生禮。“哎呀，先生太客氣了。村裡修橋啊，原本攤不到你和江瑜頭上，你不收1分錢來幫忙，我們已經很感激了。你有什麼事儘管喊我啊，我這就去給你搬椅子來。”蕭令周點點頭。村長前腳剛走，崔玲後腳就端着幾個白面饅頭，滿臉堆笑而來。“這都大中午了，江瑜還不來送飯，實在是太不像話了。”帶着討好的笑，將饅頭遞到蕭令周眼前。灵兒想着先生肯定是餓了，就特意給先生留了幾個饅頭。先生，你先墊墊肚子吧。眸光淡冷瞥了他一眼，蕭令周提步就走。崔玲好不容易抓到可以和他說話機會，哪肯讓他走？“先生，你是討厭靈兒嗎？才不肯吃靈兒送的東西嗎？”“崔姑娘是聽不懂人話嗎？我是有婦之夫，別把你扭捏那一套用在我身上。還有，我不希望再從你口中聽到半句關於我夫人的壞話，否則休要怪我不留情面了。”“蕭令周，你站在太陽底下幹嘛呢？不嫌曬的慌？真是的，你早上也不提醒我一聲食盒放哪兒了，害我找了老半天，還好沒耽誤給你送飯。”女子一袭淡紫罗裙，提着食盒娉娉裊裊走來。“喲，这不是崔玲嗎？你在这幹什麼？”江瑜扭頭看了眼不遠處光裸着膀子砸石頭和泥的一群男人。“莫不是那裡邊有你的心上人？”“你別胡說，沒有的事。”說罷，他逃也似的跑了。“跑什麼呀？我看起來有那麼嚇人嗎？”江瑜嘀咕，方才他躲在樹後可看得一清二楚。崔玲一個勁兒往蕭令周面前湊，分明是還覬覦蕭令周。“為夫就在這兒，青青竟然還敢偷看別的男子。”“誰說我在看他們了？我是在看橋修的怎麼樣了。我還沒問剛剛崔玲在這做什麼呢，你倒先怪起我來了。”兩人走到草棚下，蕭令周接過他手中食盒放桌上。“你還知道關心我，要再不來，你夫君都要成別人的了。”“是我的，誰也搶不走。”“我是親親的，誰也搶不走。”“這麼大的太陽，你也不嫌熱，趕緊把飯吃了，我還等着回去呢。”“好。”
村長搬椅子来，看到江鱼，熱絡地打招呼：“啊，江鱼，你来給蕭先生送飯啊？”“是啊，村長，你吃了沒？要不坐下一起吃？”“哎，不用了，我家老婆子都快送飯來了啊，活兒緊啊，我就不陪你和先生嘮了，你們自便啊。”江魚點點頭，餘光瞄到崔玲走過來身影，他眼底掠過一抹算計。“你說你是不是只愛我一個人？”“只愛你。”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“阿玉，這是在外面。”“怕什麼？又沒人看我們。你要是愛我，是不會拒絕我的，對嗎？”成親後他鮮少這般主動，還如此嬌聲嬌氣地說話，蕭令州心都酥軟了，哪有不依的道理？蕭令州本以為他是淺嘗輒止，不想卻似上了癮，摟着他吻個不停。倏地他察覺到一道異樣目光，幾米開外的崔玲看着摟抱在一起親吻的兩人，羞得秀麗小臉通紅，在對上蕭令州暗含警告又危險的眼神時，他霎時渾身一僵，攥着裙擺就落荒而逃了。“蕭令州，你幹什麼？想憋死我嗎？”“是我不好，方才有礙眼的東西，一時情急失了分寸，請莫要動怒。”“什麼都沒有，我看你就是故意想唬死我。”從他懷裡站起身。“哼，今晚你不准再碰我，食盒你自個兒帶回去，我走了。”說罷，他頭也不回溜了。看着他離去背影，蕭令州眼底漾着溫柔笑意，他就愛他愛使小性子，生動又活潑的俏麗模樣，這樣才讓他覺得這寡淡無趣人生有了幾分意趣。田埂上，崔玲手裡握着根狗尾巴草，踢着地面小石子出氣。“等等！”他回头看去，見是江魚，臉立馬耷了下來。“你等一下，你要幹嘛？大家都一個村的，知根知底，這麼生分做什麼？”“哼，你有話就直說，繞來繞去是什麼意思？”“我就愛跟崔姑娘這麼聰明又美的人說話。其實我來找你確實有點事。”“什麼事？”“你喜歡蕭令州，對吧？”看他羞憤的要開口，搶先一步：“我可以把他讓給你。”“你說什麼？你要把他讓給我？”“對，讓給你。”“你沒毛病吧？”“你就說你喜不喜歡蕭令州，想不想嫁給他？”“我喜歡誰，想嫁給誰，關你什麼事啊？100兩，100兩，我就把蕭令州讓給你，還把他所有的興趣愛好都告訴你，如何？100兩，你怎麼不去搶？還有啊，蕭令州那麼好，你為什麼要讓給我？”“你這話說的，主要是蕭令州他絕對值這個價，甚至更高。還有啊，你也看到了，他現在很愛我，我要是不主動讓位，任何人都別想撼動我的位置。這樣吧，看在你我做了2年多同村的份上，我先告訴你一個秘密，展示一下誠意，你再考慮要不要出這100兩，怎麼樣？”“啊，什麼秘密？”江魚看到魚兒上鈎了，唇間微彎，開始瞎編亂造起來。其實蕭令州的真實身份是大戶人家的嫡子，他生母早逝，繼母嫁進家中後各種虐待他，甚至他長大後，繼母為了讓自己兒子繼承家業，派人殺他，給他下毒。他為了避開繼母的追殺，才躲到了張家村，要不了多久就會回去奪回屬於他的一切。你說的當真？當然是真的。你想想，他要是個普通書生，能有那副絕好的容貌和氣度？你再想想，他是不是突然來的張家村？關於他，村裡人是不是只知道他是村長家的遠房親戚，是個書生？除此之外，你還知道什麼？崔玲睜着純澈的眼搖搖頭，這不就是啦？這說明我說的都是真的呀。蕭令州他就是為了躲避繼母的追殺，才隱瞞身份躲在這兒的。他那樣的大家族，隨便一個玉佩就足夠普通人衣食無憂一輩子了。他從脖子上掏出雙玉佩給崔玲看，你瞧瞧這色澤，這玉質，你猜猜拿去當鋪能當多少銀子？這起碼得300兩吧？錯，大錯特錯，最少值這個數，50兩。再猜，大膽的猜，不會是500兩吧？這玉佩可是上好的翡翠冰種，有價無市，起碼5000兩。這麼貴啊？怎麼樣，你還覺得我在騙你嗎？你當真願意100兩就把蕭令州讓給我？當然。他那麼有錢，你為什麼願意把他讓給我？唉，我實話說了吧，我得了絕症。去了眼，崔玲驚訝到張大的嘴，她抽噎着。大夫說我活不了多久了，還不能生孩子，我不想拖累蕭令州，才想着在回去之前給他找個知心的人。我知道崔妹妹你喜歡令州，以其將來讓別的女子嫁給他，我寧願那個女子是你。九天佛祖太上老君，原諒信徒胡說八道，我說的這些千萬別當真。江姐姐，我也很同情你，可是這錢……唉，崔妹妹，你想想蕭令州的身份，你以後要是跟了他，
100兩就是隨便打發下人用的，你要是舍不得這銀子便罷了，我呀便不為難你了。今日之事就當我沒有說過，告辭。說罷，他便裝模作樣要走，這可把崔玲急壞了。啊，江姐姐，你这是作甚啊？我方才開玩笑的，不就是100兩嗎？我給還不成嗎？還是算了吧，我喬妹妹不是很捨得那100兩，要是回頭沒成事，反怪到我頭上，我可消受不起。啊，別，江姐姐，都是我的錯，你別走啊，我這就回家去取銀子。既然這樣，那我就再給崔妹妹一個機會，只是這日頭這般大，我怕是等不了多久。好，我明白，你稍等一會兒啊，我很快就回來。丟下話，他腳下生風跑回家，不消半刻鐘折返。說好的，你得把蕭令州所有的愛好都告訴我，還得為我創造接近他的機會。江瑜伸手去接銀子，崔玲不捨得放手。不行，你得先給我個憑證，不然你回頭賴賬可怎麼辦呢？這人還真是個人精啊。罷了，這事兒一個願打一個願挨，他給他就是了。伸進懷中掏了幾下，他終於找到了一樣可以當做憑證的東西。他傳來時掛在鑰匙上的海綿寶宝掛件，剛好可以派上用場。這個是我的貼身之物，從家鄉帶來的，這世上絕無第二件。這下你總該放心了吧？崔玲看着新奇的海綿寶寶掛件，心想肯定又是蕭令州送江瑜的，不然凭他自个怎麼可能買得起做工如此精細之物？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貨。江瑜將蕭令州的愛好都告訴崔玲後，他才放他離開。回到家，江瑜妥善將錢藏好，又去查看自己挖的那幾株人參。要不是村裡的橋塌了無法進城，他早拿去賣了。嘆了口氣，將人參藏緊時，他心中盼着橋能早日修好，不要誤了他的逃跑大計才好。是夜，暮色四合，竹屋四周蝉鳴聲漸起。弄醒你了，芊芊，睁眼看着我。看你妹啊！芊芊不是睡着了嗎？怎的又醒了？明知故問，他就不累嗎？大半夜還要折騰。是我知錯，芊芊打我。你別。芊芊不想要我？我是心疼你，白日在太陽底下做事累了一天，並不是。我不累。我累呀！在想什麼？芊芊今日很累。累？你明日還要早起，快些睡吧。芊芊真是不乖，都學會騙人了。你這幾日只給我送過飯，除此之外什麼都沒做，何來的累？我在家躺着，難道就不累啊？那只來一次好不好？翌日，江瑜滿身紅痕，生無可戀地癱在床上，而蕭令州則是神清氣爽去上工了。臨走時，他還不忘溫聲叮囑他把早食吃了。他氣呼呼地背過身，沒有理他，嘴裡惱惱不休地罵他不知節制。等人走後，他躺了許久，才揉着腰爬下床。你這小畜生，跟本郡主滾開，滾開！郡主？不會是來找蕭令州的吧？他躡手躡腳來到窗邊，隔着支起的窗往外看，就見身着橙黃衣裙，梳着2條辮子的妙齡少女正與江默對峙。你別過來！他越怕，江默就越兇。眼看江默朝女子撲咬上去，江瑜心下一駭，忙出聲阻止。江默，回來！不管女子是何身份，他都不能眼睜睜看着江默傷人。聽到女主人聲音，江默回頭，他搖着尾巴屁顛顛朝江瑜奔去。江瑜摸摸他狗頭，走到被嚇得跌坐在地的女子面前。你沒事吧？你就是令州哥哥在鄉下娶的那個夫人。江瑜明白了，這是來找茬的，聽語氣貌似還是蕭令州愛慕者。我是，你哪位啊？你管我是誰？我今日來就是要告訴你，定州哥哥不是令人高攀的，你要識相的話就自覺離開他，否則如何？否則我就要你好看。蕭醉月叉腰放狠話，就這？江瑜笑了，也大概估摸出他性子了。我連你是誰都不知道，憑什麼你讓我離開就離開啊？本姑娘身份尊貴，只是你這等低賤之人配知道的。蕭醉月一副高傲姿態，有病就去治，出門直走，不送。江瑜半點不慣着他，扭頭就進了廚房，想讓他離開蕭令州，又不拿出誠意來，鬼才理他。你什麼意思？蕭醉月要追進廚房，江默凶神惡煞地攔住他去路。滾開！現在能好好說話了嗎？你快讓他走開！500兩。什麼500兩？再猶豫，我可就不管你了。你去搶得了。你給不給？不給我走嘍。慢着，這是1000兩，我要你主動離開令州哥哥。江瑜瞥了眼，面上毫無波瀾。
先生。肖醉月取下腰间荷包掂在手里，这裡面還有300两银票和一些碎银子，只要你答應離開令州哥哥，我就全部給你。目的達成，江瑜毫不客氣接過，眼角都笑出褶子來了。哎呀，早這樣不就好啦？我這個人呀，最是和善了，可惜姑娘來的不是時候。蕭令州他出門了，來者是客，我也不好怠慢了，不是？姑娘要不進屋喝杯茶？他一前一後完全兩副面孔，蕭醉月微微錯愕了下，心想令州哥哥怎麼會看上這麼個見錢眼開的女人，心中鄙夷了江瑜一番。他站直身子，視線落在江墨身上。拿錢辦事，我懂。江墨，去玩吧。切，沒想到這只胖狗還有名字，他叫江墨，那你叫什麼？人為民卑，恐污貴人耳，不提也罷。我叫蕭醉月，是令州哥哥的青梅竹馬。哦，你哦是什麼意思？我們可是青梅竹馬，你難道就沒有什麼想說的？青梅竹馬又如何？我是他夫人。他夫人。這句話猶如魔音在蕭醉月耳邊回蕩，不斷刺激他的神經。別忘了，你收了我的錢。什麼錢？哪兒來的錢？你想耍賴不成？我怎麼就耍賴了？我又沒答應你什麼，是你非要給我錢，我只好勉為其難收下嘍。你現在是令州哥哥的夫人沒錯，以後可就不一定了。哦，你這話什麼意思啊？令州哥哥沒告訴過你吧？他其實是……小姐。就在他即將要將蕭令州身份宣之於口之際，3名下人打扮的男子滿頭大汗跑來。小姐，大公子找您找的都快急死了，您快跟小的们回去吧。一看是謝京蘭的人，蕭醉月面上露出慌亂之色。我不回去。小姐，得罪了。話落，其中2人便強制架住蕭醉月，要帶他離開。你們幹什麼？快放開我！我不要回去！我把錢都給你了，不能說話不算話。我答應幫你把狗換走，事情已經做了，怎麼就說話不算數了？抱歉啊，姑娘，我家小姐前不久腦子摔壞了，神志不清，總愛胡言亂語。我家公子帶她來豫州尋醫，路過此處，豈料我們一個沒注意，讓她跑了出來，有打擾之處，還望海涵。江瑜嘴角扯了扯，心想為了遮掩過去，這人還真是謊話張口就來。要不是他早知蕭令州身份，還真信了。沒事，我看他病得不輕，你們快帶他回去吧。多謝。言罷，3人近乎連拖帶拽地將蕭醉月帶走了，直到走出許遠距離，確定江瑜看不到後，鉗制住他胳膊的2人鬆開他。事從全結，我等僭越，還請郡主恕罪。是謝金南叫你們來的？是。深知有這3人在，他定是沒法再找那個女人了。我不就是到處走走，謝金南至於派人來抓我嗎？郡主身份尊貴，又是汝南王唯一的女兒，王爺為國鎮守南疆，將郡主寄養在京中，您的安危事關國事，我家大人自然不敢輕待。郡主此次偷偷跑來豫州，已是我家大人失職，若您再有個好歹，到時我等都無法向汝南王交代，還請郡主不要為難我等，隨我們回去。切，說得冠冕堂皇，你們不就是怕我找令州哥哥那個夫人麻煩，回頭謝金南罰你們嗎？本郡主跟你們回去就是了。話落，他拂袖而去。今日來這一趟也不算白跑，至少他探明了那個姓江的女人是個見錢眼開的，這樣庸俗的女人還用不着他花費那麼多心思去對付。隱在暗處的一道玄色身影注視4人離開，直至傍晚蕭令州歸來，令其將白日的見聞悉數稟告於他。聽完，蕭令州神情晦暗不明，眸色冷了幾分。夫人可有懷疑？看夫人模樣，像是信了謝大人手下言辭，並未生疑。去告訴謝京蘭，若他此次不能將功補過，這個中書令就別做了。是。阿宇，我回來了。今日怎回來的這般早？修橋的事差不多了，沒什麼需要我幫忙的，村長就讓我提前回來了。那你明日還去嗎？我將每日出工的人數都記下了，照你說的法子列了表，之後幾日村長只需要點名寄到就行，無需我再親自去。蕭令州拉過他坐到腿上，將他整個圈在懷裡。今日都做了什麼？日頭好，我將前些日子摘的花做成了胭脂，等橋修好，趁這段時間生意好，趕緊賣出去。哪兒還有什麼胭脂？他說這話不過是為自己進城辦事尋借口而已。今年豫州受了災，來年還不知什麼光景，我想多攢點錢，到時候開間胭脂鋪子，亦或是做別的營生，都能有個底。你一整日都在家，可有旁人來過？終於問了。江瑜故作姿態想了想，將蕭醉月來過的事簡略說了遍，一副全然相信無言說辭表情。他說話前言不搭後語的，原是個腦子不正常的。還好他家下人把他帶走了，不然我都怕江墨把人咬了。
他們要是借此獅子大開口訛一筆，我可沒銀子賠。掙錢可真不容易，我每日起早貪黑，累死累活，偏生這老天還不長眼，一場暴雨下來，橋垮了，胭脂賣不出去，又耽誤我上山採花，掰着手指頭一算，得虧損一大筆銀子。阿宇，我能養活你，若不然這胭脂生意就別做了。你一個教書先生，一個月能有幾個錢？我不賣胭脂，咱倆都得餓死。他說這話時背對着他，內心期待他能借這個機會自個坦白一切。然而萧令州的話注定會讓他失望。我父母離世前給我留了一筆錢，就算你我什麼都不做，這一輩子亦可以丰衣足食。他拉過他手，眸光溫和地注視他。阿宇，我不想你這麼辛苦自己，我有能力照顧你，這一次你聽我的可好？你父母当真给你留有一大筆錢？我何时騙過你？自是真的。哼，沒騙過我，這話鬼才信呢。口頭上說了不算，真金白銀拿出來看看實力。不急，我先去拿潤肌膏給你擦擦手。當一匣子銀票擺在面前時，江瑜驚住了。這裡共1萬兩，當初我來張家村本是小住一段時日，因而只帶了這麼多，其餘的錢都寄存在了錢莊。錢財外漏極易招來災禍，所以我才以清貧一面示人，並非有意隱瞞，親親可怪我。江瑜滿心滿眼都是眼前的一匣子銀票，壓根兒聽不進去他說什麼。不怪不怪，你剛才說這些都給我，都是你的。無功不受祿，這是不是有點不太好啊？親親願意嫁我，成為我的夫人，便是最大的功。不過是些許的錢財，你安心收下便是。那我就不客氣啦。江瑜立馬就將匣子合上，抱在了懷裡，嘴角咧到了耳後根。萧令州看他一會兒將匣子放枕頭下，一會兒又拿出來放床底，一副防賊模樣，不由得失笑。親親放寬心就是，這裡除了你我沒有旁人，不會有人來偷你的錢。人心隔肚皮，誰知道會不會有哪個手腳不乾淨的，趁我們不在偷摸進來。前2個村裡的周嬸還說丟了10個雞蛋呢，我這麼大一筆錢，可不得藏嚴實啦。蕭令州笑了笑，沒說話，默默注視他抱着裝錢的匣子在屋裡轉來轉去，最後將匣子藏在地板下。大功告成，任誰都想不到我會將錢藏在這兒。暑熱退去，天氣漸漸轉涼，進城須得早起。江瑜趕了個早，帶着一身常服的令妻進城了。經蕭醉月一事，蕭令州演都不演了，騙他說令妻曾是他家下人，以後就以護衛身份跟在他身邊。到了城裡，江瑜帶令妻逛了大半天，直到他手裡再拎不下多余東西，抬頭看了眼豔陽高照的天，他邁進一家茶樓，要了間包間。小二將茶沏好。你們这兒可有如意斋的蜜仁糕？抱歉客人，蜜仁糕是如意斋招牌，您要吃还得自个兒去如意斋排隊買。我念了他家蜜仁糕好久了，還想着邊喝茶邊吃，以為你們茶樓有呢。既如此，便罷了。客人，您不是帶了僕人嗎？何不您在這兒品茶，讓他去幫您買一份來。不必了，不過是一口吃食而已。這麼大太陽，還要排許久的隊，太折騰人了。還請夫人在此等候，不要亂跑。小的這就去買。這要不還是算了，我不吃也沒關係的。在下去就來，煩請照看我家夫人一二。好的好的。江瑜走至窗邊，看到令妻向如意齋去了，他裝作肚子不舒服，向小二問了茅房所在，悄無聲息從後院溜了出去。日頭西沉，雲霞被染成揉碎丹紗。張家村村口，蕭令州颀長身姿立於柏木樹下，他目光眺望遠處，始終不見心心念念之人身影。餘霞在夜幕包裹下漸漸失了顏色，周遭一點一點暗了下來。不知過了多久，一輛牛車緩緩駛來，車上坐的正是江瑜和靈妻。怎回來的這般晚？累不累？牛車本來就走得慢，讓你久等了。天都黑了，我們趕緊回去吧。今日進城可遇到什麼趣事？趣事沒有，不過多虧了令妻，讓我吃到了如意齋的蜜仁糕。看來親親今日逛得很開心呢。算是吧，買東西不用看價格，這種感覺真暢快。對了，我還給你帶了份蜜仁糕回來，回去嘗嘗。好。是夜，蕭令州從書房出來，看到江瑜和靈妻在藤蘿架下說着什麼。朦朧月色下，不知令妻說了什麼，他若有所思，點點頭，面上笑意嫣然。在聊什麼？公子。蕭令州銳鳳眼淡掃他一眼，他頭皮一緊，立馬自覺退下。這2日你與令妻倒是相處得極好。你吃醋了？對，我吃醋了。青青剛剛和令妻聊了什麼？笑得那麼開心。你哪裡看到我笑得開心了？有，不僅笑了，還一直盯着他看了。青青是膩了我嗎？為何總是盯着別的男子瞧？你腦子裡都在想什麼啊？
我最愛的人是你，你怎么可以懷疑我對你的真心啊？我是你娘子，不是囚犯。眼睛長在眉毛下，難不成你還不准我用來看人嗎？別人家夫君對自家娘子都是100%的信任，到了我這兒，你就會瞎促欺負我。虧我還好心讓令妻出主意，給某人準備生辰禮物，原是好心被當做了驢肝肺。對不起啊，阿宇，是我錯了，你莫要生氣，我以後一定信任你。這一次，你原諒我好不好？想要我原諒你也可以，不過你得答應我一件事。你說。我上次去城裡賣胭脂，聽人說這個月下旬有一場鬥裝賽，第1名有3000兩獎勵，我想去試試。